重生回到选择灵兽这天，妹妹抢走了我上辈子会蜕变成白虎，助我称霸天下的灵猫，把她那渡劫时害得修为尽失的九尾狐让给了我。我立马知道她也重生了，可这次她抢走的灵猫没能变成白虎，我依旧带着九尾狐称霸天下。世家大族大部分都会选择让自家的子弟选择一只契约灵兽共同修行。灵兽可以通过与人类修行而洗涤杂质，而人类也被反哺灵气，更好的提升修为。前世妹妹想也不想的就选中了灵虎，将白猫留给了我。妹妹语气得意洋洋，姐姐天资优异，肯定不会在乎自己灵兽的好坏。我看这只灵猫就很衬姐姐，我呢就勉为其难替姐姐收下这只狐狸了。但今世她虽然明面上将灵狐让给了我，但却做出一副肉控状。我知姐姐天赋高，这只灵狐血脉纯正，定能帮助姐姐一飞冲天。只要能对姐姐有帮助，我就算委屈点又能怎么样？此话一出，父亲的脸色瞬间就不好看了。白薇，是不是你对梦之说了什么？梦之本来身体就弱，需要灵兽助他调养身体，而你竟丧心病狂，你妹妹的灵兽，眼里还有我这个父亲吗？我低头不屑一顾。我跟白梦之同岁，从小我就是最优秀的那个，13岁就步入筑基，15岁就已经金丹。原本只要16就可以缔结灵兽契约，凭借灵兽对灵力强大的感知能力，完全有机会在20之前突破元婴。但父亲纵着他，明明知道金丹就可以与灵兽契约，偏偏让我等白梦之升到金丹在一块组织。直到父亲出门寻到顶级灵兽九尾狐，他自觉可以压我一头，才大方的让我也可以缔结灵兽契约。因为父亲尤其偏爱妹妹，即便是一宗之主，也让宗门上下的人颇有微词。父亲为了彰显他的公平，于是在我与妹妹缔结契约之日，给我们搞了个选收台子。虚伪，我在心里将这2个词狠狠碾压了一遍。我蓦然上前，自顾自地画出法阵，无视上方这个男人对我投来很多的眼神，只想快点抱着狐狸离开。妹妹撒娇似的摇了摇父亲的手。我就要白猫吗？她踮起脚尖，在父亲耳边低语几句。父亲脸色稍缓，只是看我的眼神依旧冰冷。我冷漠地站在一边，只是低头摸了摸怀里的灵狐。父亲怜爱地看了妹妹一眼，转过头，脸上又是一家之主的威严冷漠。既然你已经挑选了灵狐，也不会有人跟你争抢。只是你天赋好，又得了灵狐，自然就要做些让步，这样宗门下发的资源就分给3成，让给妹妹养灵兽吧。你妹妹的灵兽不如你的，需要灵物好好培养。弟子不愿。我抬起头，强硬的拒绝。父亲气得一挥袖子，这是在我宗门，你是我门下弟子，这规矩你遵守也是遵守，不遵守也要给我遵守。如你还这般执迷不悟，我就废了你的修为，驱逐出宗。我沉默不语。上一世也是这样，我永远拿到的都是剩下的那个。他毫不犹豫地抱走了九尾狐，将那只奄奄一息的灵猫留给了我。父亲却说，你天赋优异，一路顺风顺水，契约灵兽低微也不免是一种修行，让你能更好的磨砺自身，还不快谢过妹妹。妹妹只在身后朝我露出一抹潮意。15金丹又如何？只要拥有父亲的宠爱，还不是想什么有什么？事实上也如他所说，灵狐血脉纯正，对天地灵气的感知极为敏锐，短短5年就带领妹妹步入元婴。而灵猫血脉弱小，宛如一只不通人性的野猫，我只能日日用灵气滋养，逼出体内杂质，再花费大量心力与其建立感情，才能让它与一般灵兽为我所趋。所有人都等着看我的陨落，他们都在等新一代的天骄升起。但最后灵狐晋升之时魔障缠身，浑身都被魔气侵蚀，更是不顾契约法阵，毁去妹妹外貌筋脉，让其变成一个废人。灵猫却一飞冲天，
变成一只威风凛凛的白虎，额紧引张，身泛金光，成了修真界唯一的神兽。父亲后来找到我，想让我去往东界灵海，海底深处有一只透明的，据说能帮人重塑肉身，但我果断拒绝。谁知白梦之在后面偷听，在我给他送药治疗时，催动体内仅剩的灵力自爆，漫天的火光冲天起，只剩下白梦之极度到扭曲的声音还回荡在我的耳边。凭什么是你得到了所有？明明我才是父亲最宠爱的孩子，就算我死了，我也要拉着你一块下地狱。看到他脸上带着志在必得的笑容，我冷笑。重生一次，他不会真以为我上辈子的成功全是靠我选择了一只灵兽吧？缔结完契约仪式，我抱着灵狐回到我的房屋。屋内只有一张木床、一张桌子与2个凳子。谁能想到，在外风光卓绝的大师姐房间是这么破败呢？我轻轻把灵狐放在床上，灵狐很是小巧可爱，只有小臂长，白乎乎的毛铺满了整个狐身，手感极好，让人爱不释手。我将房间稍打理一下，坐在灵狐身边修炼。很快，灵气充溢了我的丹田，附近灵气都聚拢在我身边，远远看去，就像是被灵气包裹一样。不愧是最顶级的灵兽。傍晚，我感觉身边灵狐动了动，连忙醒来，看见小狐狸真乖巧地趴在我身上，睁着一双湿漉漉的紫色大眼睛。啊，怎么可以这么可爱啊！我疯狂抱着它，又蹭又揉，好香好燃，好好摸啊！吸了很长时间，小狐狸都已经生无可恋地躺平了。我勉强咳嗽了一声，想找回点面子，但看见它顶着一身乱糟糟的毛发，还想要努力摆正身体，忍不住笑了笑，拿起一旁在一边为它备的梳子，帮它慢慢理好。你叫什么名字啊？做无名，我赐你一个可好？可能是被伺候得太舒服了，小狐狸的尾巴懒懒地摇晃着，扫得我脖子发痒。哟，我叫洛洛，我还有一个哥哥，他可厉害了。因为提到了亲人，洛洛整个人也低落了，尾巴也不摇了。我揉了揉洛洛的小脑袋，放心，我肯定会让你俩再见的。天一亮，我就带着洛洛去宗门修炼场练剑。灵兽只是帮助我们更好的修行，更多的还是要看自己的实力。谁知遇见了妹妹跟大师兄楚江玉，他们2人在门口笑盈盈的聊天，我倒想路过他们，直接进场内。谁知妹妹眼睛瞧见了我，直接大声跟我打起了招呼。姐姐今天这么早就来了呀？我面色不改，想直接掠过他们，倒是楚江玉直接将剑横在我面前，拦住我的去路，冷哼道：刚收了只灵宠，你脾气就变得这么大了？小师妹跟你打招呼，你看不见？我偏头看向楚江玉，这位我一向尊敬的大师兄，曾经他还是对我很不错的。生于人间普通农户家，见惯了世间纷扰，世态炎凉。虽然出身卑贱，但偏有了一颗慈悲心肠。有一次公君外出除魔，看他根骨不错，不忍让他在人间埋没自己的天赋，收了他当大弟子。我念他刚进修真世界，不懂这个世界的规矩，处处帮他。楚江玉也念着我的好，每次有多余的灵药，总会送我一份。时间一长，白梦之出手了。白梦之先是以修炼有一为名，让楚江玉解答，事后又给名贵灵丹作为答语。反倒楚江玉对白梦之略有好感，在哭哭啼啼诉说我的天赋给他带来了多大的压力。楚江玉心疼的，自然与我少了来往。但白梦之不满意，他故意设计我伤害他，彻底坐实了我欺负他的事实。楚江玉也因此跟我决裂，他就是这样，一定要抢走我身边所有人，让我孤立无援，才能缓解他那满腔憎恶之情。洛洛在我肩膀上摆出进攻姿势，冲楚江玉低吼。我摸了摸洛洛的头，身上爆出金丹大圆满的气息。楚江玉被震得后退了一步，剑已然拿不稳。你快要进阶？我微微一笑，如果大师兄不介意的话，我也是能在门口与大师兄切磋一下的。妹妹看见渐渐朝这里围起来的人群，也有点害怕了。
他当然不是怕我回这里动手脚，而是会丢脸，影响了妹妹的好名声。没了楚江玉的阻拦，我快步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实力才是硬道理，我才不要跟上一世一样委曲求全。修炼场所有专门给有灵兽的人准备的小型幻境，刀剑无眼，如果在打斗中与灵兽一个没配合好，就容易伤到灵兽。偏偏缔结契约后，灵兽与主人会互通感知，极大地影响了主人的发挥。于是宗门就设立了一个幻境阵来帮忙锻炼。我与洛洛选择了一个金丹奇巨蟒。灵狐速度敏捷，但耐力不强，可用魅惑来短暂控制对手。约莫过了2刻钟的时间，在洛洛使用能力控制巨蟒的那一刹，我一剑斩下了他的头。幻境消散，我与洛洛相视一笑，不约而同走向了下一个幻境。在日复一日的修炼下，我的修为在稳步见长，已经能碰到元婴期的壁垒，洛洛也要面临突破。今日我们挑战的是一只元婴初期的猿猴。为了更好地训练洛洛的敏捷与耐力，这段时间我一直都在压制自己的实力，直到洛洛快要承受不住才快速解决。原本这次也能顺利完成，谁知就在我斩死猿猴旁边的湖里，突然出现一只元婴大圆满的蛟龙，大量的水花从空中落下。我将剑从猿猴身体里拔出来，看向半空，与蛟龙遥遥相望。血液从剑上滴落，流到湖里。许是血液激发了蛟龙的兽性，它昂起头，爆发出一声龙吟。这不是幻境，而是一只货真价实的灵兽。看着差不多横跨了一整个大境界的灵兽，我狼狈地躲避蛟龙的攻击，急忙朝洛洛的位置赶去。洛洛拥有一丝神兽血脉，这对于灵兽可是大补之物。蛟龙苏醒也有可能是感知到了洛洛的存在，最起码也要让洛洛离开这里。蛟龙见迟迟杀不死我，反而被我打出了一身的伤痕，怒吼一声，朝我发起了更为猛烈的攻击。我咽下口中血气，提起剑，凝聚灵力试图反击，却很快被他击飞到一边。不要！就在蛟龙想要一击杀死我时，洛洛激发了血脉之力，一只巨大的九尾灵狐虚影出现在上空，浑身散发着眼中紫光一闪，为这蛟龙行动顿住了。我咬牙，忍受身体剧烈的疼痛，用尽全身的灵力刺向蛟龙的7寸。洛洛已经浑身是血的趴晕在地上。我将蛟龙的尸体移到我戒指里，又从另一只储存戒掏出慧灵丹，治疗丹给我吃了一把，又给洛洛喂了一些。我浑身是血，出现在幻境门口时，周围人全部投来不可置信的目光。我抱着洛洛一步一个血脚印，门口灵光闪闪，一把又一把宝剑被收进剑鞘。此刻竟是宗门所有长老都来了，每一个人脸上都带着怜悯的神情。或许他们误以为是魔族进攻宗门了吧，可惜要让他们失望了。我直接对着面前的长老跪下去，浓厚的血腥味弥漫在大殿里。弟子严重怀疑宗门之女白梦之是魔族内应，她将元婴大圆满的蛟龙放置修炼幻境，如若不是我的灵手发现踪迹，九死一生杀掉了蛟龙，那么接下来的后果不堪设想。周围的窃窃私语瞬间停住了，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到父亲身后的那个女孩身上。白梦之的脸一片煞白，她也不是傻子，也学着我的样子跪倒在长老面前。当时蛟龙被收服的时候，宗门内关押空间不够，弟子只是提了一句，不如先放置在幻境里，等日后空出来再关押。当时已在殿内发布公告，禁止去往高阶幻境。明明就是师姐不小心，与我并无半点关系。楚江玉也跪下来求情，师妹心性纯善，是绝不可能做出这种事的，还请师父师叔明察。我还未辩解2句，父亲已经怒不可遏。不闹，那可是你妹妹，明明是你自己误闯进关押蛟龙的秘境，又如何栽赃到你妹妹身上？我看就是你自己倒霉，这伤也就别治了，都散了吧。就在他转身想走的时候，我往前急急跪行了2步。父亲，可弟子是在元婴初期的幻境里发现的，您要知道，如果普通弟子进了……功勋眉头狠狠皱起。放肆！这里不是你胡搅蛮缠的地方。
看看你还有一点大师姐的样子吗？要是你还执意追究此事，我也不介意废除你大师姐的身份，场上瞬间变得安静无比。在周边看热闹的弟子跟长老看看我，又看看站在一旁白衣渺渺的白梦之，心底不由唏嘘起来。白梦之低头，朝我恶意满满的笑了起来。就算你知道是我，又能怎样？我怀里紧紧抱住洛洛，深深一拜。弟子有罪，未能查明真相，就开口污蔑小师妹。弟子愿意放弃大师姐的身份，下山游历北宗门找寻灵芝法器赎罪，恳请宗主答应。站在负责治疗的木心长老看着我怀里气息虚弱的洛洛，于心不忍道：先把孩子放到我哪里吧，我先帮他治疗。功勋扭头轻飘飘地看向木心长老一眼，我忍住心绪，低声道：谢过长老好意，不过洛洛并无大碍，还不要放在长老那占用资源了。那么弟子就先请告退了。无人应答，我挺起脊背，抱着洛洛朝前方走去。伤好后，我离开宗门去往外游历。穆长老得知后，往我的储存戒里塞了满满的丹药，有些好心的长老都悄悄塞给了我几件保命的灵宝，暗地里也有不少布满白梦之的师弟师妹为我送行。下山后，我带着洛洛直奔九域密林。那地方原本是一个宗门，宗门人人皆会御兽，原本只是人兽双方互愿签订契约，若人兽一方都不愿继续维持下去，就可解除契约得到自由。但人类一方不满，灵兽可以随时离开，于是研发了主仆契约，人族得利，兽死人生，人死兽灭。灵兽那方不满人族对他们的剥削，引发兽潮，将九域门屠了个干净。各个宗门皆忌惮兽潮的威力，现在半生契约虽无法解除，但是已经演化成主人离世灵兽就能获得自由。感知互通也是为了防止主人虐待灵兽，因为此地灵气充盈，又长时间无人管理，那里慢慢被动植物覆盖，现在已经变成了修真界灵兽最大的森林之一。1年过去，我已经成功成为一名元婴期修士，而洛洛也成功突破，他现在已经长大了一点，差不多有我小腿高。有时候在森林里啃干粮啃腻了，我就会带着洛洛去外面下馆子，偶尔还能听见白梦之的一些消息。听说因为那只半生灵兽太过孱弱，天恒宗2小姐进阶又失败了。啊，这都第几次了？我可是听说那位都已经元婴了。你知道吗？那位2小姐想要解除半生灵兽契约，反而受到反噬，神魄大损。宗门大师兄楚江玉对白家2小姐痴情一片，为了救2小姐，拼命拿到无几花，成功赢得美人芳心。我摸了摸洛洛的小脑袋，沉默良久。当年我为了帮助灵猫洗去杂质，先是九死一生，在西海秘境拿到吸髓液，又花费心神找到神虎层陨落地，收集神虎血脉之力。灵猫弱小，无法引导吸髓液至全身经脉，我就用自身灵气帮助灵猫一遍又一遍。洗发经脉十分痛苦，因为契约，我也会感同身受，甚至在稳定神智引导灵力时，我的痛感会加倍。在持续1年的蚀骨剜心的疼痛后，外加我从秘境找来的神虎骨血，催促灵猫炼化，才让它成功突破，进入神兽行列。现在回想起他当时怨恨我的语气，还是让我感到十分惆怅。或许现在的分配才是他最想要做的自由吧。神野，我双手抱膝坐在地上，看着不远处正在逗弄洛洛的男人，怎么也没想明白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原本在吃完饭后，我跟洛洛准备往森林深处出发，岂料从地下有无数粗壮藤蔓猛然窜出攻击我们，我反应一时不察，被藤蔓缠住，洛洛身上也全是藤蔓。我唤起剑，刚想斩杀这些藤蔓，结果藤蔓表面长出无数大小不一的花苞，一旦被破坏，里面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花粉就洒在我跟洛洛身上，致使我俩昏迷。我又信我飞上天剿灭这些植物会让洛洛受伤，迟迟没展开行动。突然，一个男子从后面挥了一剑，我呼吸一滞，昏迷过去。那男子将洛洛抱起来，
回头递给我一串烤鱼。我这3年都跟在你们后面看你们。当年我外出突破，害怕天雷降下吓到洛洛，于是就在我们居住的洞穴设下阵法。谁知回来洛洛就消失不见。我找了几个月，才在1年之前感受到了血脉之力，前往你们宗门。结果碰巧遇到你要下山，我就一路尾随了。嫣然耸了耸肩，反正我都现身了，你也不介意路上多个伴儿吧？我没什么意见，看在洛洛的面子上，就同意了他的随行。有他在，这趟修行之旅莫名变得更顺利了。嫣然似乎无所不知，高阶的灵植恰好能激发我潜力的灵兽，好吃的果子包括河流所在地，而且他做的饭真的好好吃。我抬头看见的正将鱼放在火堆上烤，熟练的撒下调料，鱼的香气扑面而来。你哥哥为什么怎么全能啊？我蹲在地上与洛洛感慨道。洛洛已经可以化形，变成了一个香香软软的女孩子。她手里拿着一个事先烤好的鱼，含糊不清道：可能是我哥哥比较天才吧。我无语凝额。5年过去，又是一场厮杀。嫣然从旁边走过来，扶住我的身体，给我喂了一颗回灵丹。只要有关我的修行，她从来不会插手，只会藏匿气息，静悄悄地躲在一旁，直到我快死的时候，才会一击杀死对方。托她的福，短短5年，我已经到了元婴大圆满。那时嫣然看我的表情有些莫名，有点听不出来的羡慕。别人花费数十年或者数百年才能摸到一点元婴的地雷，你如今不过27，就已经快要大成了。我朝他笑笑，这里面还有你妹妹的助力呢。就是，洛洛笑嘻嘻的从我后面露出来。我可是你妹妹，天赋这么好，帮一个人进阶不是很容易吗？嫣然揉了揉洛洛的脑袋。对，你说的都对，东西都收进去了吗？洛洛点点头。东西都在里面啦。嫣然应了一声，又给我拿了几颗回灵丹，说：现在整个九域森林，除了最中心地带的那头蛟龙，已经没有对手了。说起来，嫣然的声音突然变得有些唏嘘。你在宗门斩杀的那只小蛟，还是这个蛟龙的孩子呢？这样啊，我沉思一会，想到了一个主意。我们打个商量吧。我站起来与嫣然对视，这一次无论我伤势如何重，你都不要帮我。你想要突破？嫣然看着这个比自己矮1头的小姑娘，她的嘴唇紧紧抿着，眼睛里全是不服输的光亮。好吧，她就是被这样的目光所吸引，原本只是担忧妹妹会不会受伤，结果在每一日的观察中渐渐动了心，所以才在那一天忍住将自己要离开的话憋回去，在夜晚偷偷熟悉整个森林。为了防止她受伤，回血药、打春丹、回灵丹等一系列伤药，他放满了一整个储存戒指。嫣然低头，目光与我对视。好，我答应你，再送你到蛟龙那里时，我会离开。因为会忍不住杀掉所有伤害你的东西，所以我会离开。啊，可是我是想让你把洛洛带走的，你知道的，那只蛟龙都已经是渡劫期。嫣然弯下腰，2只手分别放在我的肩膀上，一双漂亮的狼紫色眼睛盯住我，我心里发沉，不敢直视，一双眼睛只好盯着他的嘴巴，看着那张嫣红的嘴唇开开合合，让我莫名有些渴。洛洛是你的半生灵兽，他理应在你身边陪你一起对抗敌人。你不是向我保证你会活着回来吗？那就让我看看你的实力。蛟龙的栖息地就在森林的最中心的湖里，嫣然在踏进蛟龙的感知范围里，前一刻就消失离开了。似是感知到了我储存戒里他孩子的气息，湖里躁动不断，一个巨大的蛟手从湖里升起。这杯呀，可比那只强多了，但是我能上。我率先出手，蛟龙尾巴一拍，山高的水浪向我拍打，怀着蛟龙的灵气。若是前几日，我倒有可能会死在这招下，但经过嫣然的特训，我寻觅时机，躲过攻击。洛洛变回原形，躲在森林中，时不时骚扰一下。蛟龙烦不胜烦，直接用灵力震碎了周边的大树，洛洛的身影也被迫显现出来。我直接一击刺到蛟龙的鳞片上，上面只出现了一道浅浅的伤痕，
如此消磨了大半日，慧灵丹吃了一瓶又一瓶，我都感觉吃撑了。那只蛟龙终于被我磨得伤痕累累，它像是第一次正视我。身为渡劫期的灵兽，已经很久没仍有人在它头上动土了。它迅速向我游动，巨大的龙头朝我袭来。回灵丹无法立刻恢复我的灵力，我已无力躲避，勉力用灵气护住自己，咽下口中的血。此刻我维持在天上的身影都有些勉强，现在的我只是强弓直抹。蛟龙见状，不免有些松懈，他想故技重施，再来一击。这个时候，洛洛终于发挥了他全部实力，他瞬移到我面前，淡淡的紫色灵光一闪，那蛟龙就顿在原地。拼尽全部力气，我将体内所有的灵气都注入剑内，就着之前在蛟龙上划出的伤口，成功刺住蛟龙7寸。蛟龙被巨大的疼痛激醒，整个折身不住的扭动，可再这么挣扎也无法避免它即将迈入死亡的步伐。终于，蛟龙身体轰然倒地，我也支撑不住，从空中往下落下。但我一点也不担心，因为嫣兰从后面轻轻抱住了我。有意识后，我下意识先运行了一个大周天，发现大成期的壁垒已经有所松动。我松了口气，整个人都放松下来。醒了。嫣兰敏锐地察觉我的气息发生了改变，出声询问。我换了个更舒适的躺姿，点了点头。终于愿意停下来歇一会儿。嫣兰走过来，在旁边放了一杯用灵力加热的温水，出声打趣道。我有气无力地挥了挥手，别理我，让我休息会，最近真的太累了。嫣兰盯了我一会，突然道：这次你若是突破成功的话，洛洛也能借你的灵力成功到达渡劫期。到那时候，你想要去哪？话落，周围一片沉默。我听到他叹了口气，心里盛满了酸涩，但我不敢睁眼。就这样吧，把我所有的疲累，所有的挣扎，所有的美好都留在今日。明日，我依旧所向无敌。在黑暗里，似乎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一句晚安。第二日，我收拾好东西，找了一处石洞，准备带着洛洛在此处闭关突破渡劫。嫣兰准备为我们护法，中心湖是整个森林灵气最浓郁的地方了。之前有蛟龙在这里镇守，现在蛟龙已经被我们杀了，不免有其他灵兽对这里虎视眈眈，想要霸占这里。嫣兰看着我们进去后，在附近布置了几百个藏匿法阵、防御法阵，又在附近放出自身的气息，以免有些不长眼的闯过来。等到处理的天衣无缝，嫣兰才幻化出真身。巨大的九尾狐狸懒洋洋地趴在湖边假寐，但周身的威压无不彰显他是一个强者。如此过了3年，黑云聚拢，雷劫降下，我终于突破渡劫，成功跻身天下第一强者行列。感受体内汹涌的灵力，我的脸上不可避免挂上了一抹满足的微笑。从此以后，天上地下，我亦可以随心而动，不受他人桎梏。我抬头发现嫣兰就在离我不远处站着，见我看去，还笑着对我做了一个恭喜如愿以偿的手势。洛洛经过这次进阶，不止身体变大了一圈，人形也变成了少女模样。我看的嫣兰，手摸了摸洛洛的头，洛洛，你要跟哥哥回去吗？洛洛疯狂摇头，紧紧搂住我的腰。不要，我要跟着主人，我们已经签订双向契约了，你不能扔下我。嫣兰闻言，疾步朝我走来，好像一只惨遭遗弃的小狗，正可怜巴巴的求收养。你这是要抛下我了吗？我摇头，不再看他，是我还有事没做完，不能陪你继续在外面修行了。他没再坚持，只是抓住了我的手，给我套上了一个手链。这是我用那蛟龙的角打造的防御灵器，可抵5名渡劫期修士的合力一击。洛洛已经是个成熟的灵兽了，让他自己决定去留吧。还有，他的手渐渐握紧了我的手腕，因为低着头，我看不清他的表情。事情结束，别忘了我。我们在山脚下分开，天恒宗在九域森林北边，一路过去，发现有不少人手中提着礼盒往北面走。打听了一下，发现是白梦之要跟楚江玉结婚了。我默默提高了速度，
赶在他们结婚前到达宗门。既然是一家人，又怎能不给贺礼呢？婚礼即将开始，我独自一人站在视野最好的地方，仰头看着上面。白梦之和楚江玉的两人都身穿大红色的婚服，只是高台上，原本宗主应该坐上的椅子上却空无一人。眼看着吉时已到，白梦之正焦急地四处张望。我讥讽一笑，缓步走到台上。是你，白卫，你怎么会出现这里？你不是已经死了吗？白梦之见到我，用手指着我，怒声尖叫道：刚到森林的2年，白梦之可没少派人过来杀我。若不是洛洛用催眠伪造我已死去的假象，还不知道以后会怎样呢。妹妹，今天可是你大婚，我这个姐姐的还不得来给你送贺礼？你难道就不想知道父亲在哪儿吗？此话一出，底下来贺礼的人眼光瞬间就变了。白梦之看着我咬牙切齿，我就知道父亲是被你这贱人掳走了，你就是嫉妒我拥有父亲的宠爱，还不把父亲交出来，不要你好看。楚江玉更是抽出了长剑，对准了我。笑话，他可是要继承宗主的人，如果宗主失踪，那娶了白梦之还有什么用？在万众瞩目中，我微微一笑。那要不要先听我讲个故事啊？对了，你该不会还不知道父亲姓龚吧？白梦之脸上血色尽失，指着我的手也微微颤抖。你闭嘴！我袖子一甩，直接就坐在了那把椅子之上，属于妒忌气的威压尽数散开，压得人喘不过气。功勋，天恒宗宗主，是我娘的赘婿。300年前，功勋还只是一个诸级妻。白慧慧，我娘亲，她是宗门最优秀的天才，也是天恒宗的下一任宗主。当时修真界突然出现一个小秘境，宗门长老让他带队去历练历练。原本一切顺利，谁知临近关头，有只魅魔设下陷阱，引诱他们。娘亲耗尽灵璧抵挡，终于斩杀了他，却被功勋趁人之危要了我娘亲。但是本是修仙之人，有几段露水情缘，并非不可。为了表达他的忠心，他死是他以后所有的孩子都姓白，才让他入赘白家。可是谁知那个秘境是魔主萧北然为了自救才捏造出来，只为了吸引修仙者进入秘境供他夺舍。原本他看中了白慧慧，准备拿她来当踏白石，但我娘亲拥有一只白泽血脉的神兽幼崽，白泽通天地，知鬼神，更能净化一切邪恶之物。他无法又不愿意放弃进入天恒宗的机会，安排了魅魔在远处控制了功勋，让这个一无是处的男人尝着这阵快封入了白家的门槛，还占据了队内另一个筑基期的弟子，跟着我娘他们进了宗门。100年一瞬而过，我出生了。天品泛樱花做汤，有助于婴儿锻炼神魂；引天术做摇篮，有助于婴儿淬炼身体；神兽白泽稳额祝福，保佑婴儿平平安安，顺遂一生。我的出现让魔君萧北然很是吃惊，因为胎儿会不自觉地吸收母体力量，这对母体身体损害极大，所以他们会在怀孕期间花费大量时间物力寻找天材地宝来维持自己的根基。但这100年里，白慧慧却一直安安静静，主持宗门大事时也毫无异常，功勋也没有什么异动。萧北然咬牙，他原本还想继续埋伏在天恒宗，等白慧慧怀孕，搞点小手段寄生在婴儿身体里，他就能顺利控制整个天恒宗。但现在被白泽祝福自带的进化爆的加持下，他根本就不能占据我的身体。4及此，萧北然趁白慧慧身体虚弱时设计弄死了他，白泽悲鸣数月自击而亡。白家众人避世不出，将整个宗门托付给了功勋。就是这一决定，成了整个宗门覆灭的源头。白梦之是萧北然炼化的婴儿所化的来，也是萧北然魔气储存器，更是功勋钦定的白家二小姐。白梦之，你的灵兽可不可以拿出来看看？我知道他肯定不敢，魔灵之人，外表看不出来，但内里已经全是魔气铸成，在日积月累的绑定下，魔气就会顺着绑带渐渐侵蚀另一方。曾经洛洛也是因为无力承受魔气侵蚀的痛苦，用神血换天雷，
但求一死。只是这一世绝不会如此了。功勋从天空跌落，浑身是血，黑色的魔气在他伤痕里浮现。现场原本对我话还存疑的人都慌了神，大部分都慌忙逃窜，以免误伤，还有一小部分的飞到安全的地方，心里都清楚，无论之后如何，天恒宗都保不住他天下第一宗门的称号了。洛洛唤出真身，在空中停住，额头上的红印已经变成金色，淡淡的神光萦绕在他周围。唯一能有效消灭魔气的只有神力，这也是为什么全修真界的神兽都是在这几百年消失的。功勋用手抹了一下脸的血，扭头看向白梦之。白梦之瞬间就明白了他想干什么，腿一软坐在地上不停摇头，哭着哀求道：不，父亲，不要，我是您的女儿啊。功勋隔空拉过白梦之，手无情地放在他的脸上。白梦之痛苦不堪的挣扎，源源不断魔气从他身体里涌向功勋，不，或者说是萧北然了。洛洛想下来阻止，却被其他人拦住。那些人皆是这些年来刚进入天恒宗的长老。之前天恒宗有实权的长老，不是死亡就是失踪，除了还不愿放弃宗门的，其他人都离开云游了。而现在那些长老，现在都跟我站在一起。我见执功勋入魔者，死，杀。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杀这些人，上一世白虎觉醒血脉后，我就已经带他屠杀过一次了，但他却被功勋策反了，因为我洗伐他的血脉而恨上了我。在我修炼的时候利用缔约，导致我差点走火入魔。重伤之下，我急晕了他，拼着一口气来到白梦之面前，想要杀了他。没了他的掩护，功勋的魔气将不会有任何遮掩。但我没想到，他竟然拉着我自爆。幸好我还能有重来一次的机会。原本庆祝新人的红色成为了杀戮的颜色。功勋扔掉了已经被吸成干尸的白梦之，环视一圈看着我们，扭头飞向宗门门口。一些长老弟子提剑赶了过去，我担忧他们出事，也杀到门口。只是我刚踏入宗门口，地上灵光一现，一个极其庞大的阵法出现在我脚下。是守山大阵，他们开启了守山大阵。快走！该死的魔头竟然用这下贱招数，大家快避开！萧协，我的手链猛然散发出一股白光，抵挡这次攻击。趁着这短暂的空隙，一位长老祭出剑招，一剑了解了外面施法的魔头。大阵被碎，萧北然还想负隅顽抗，却被我一剑削去他的胳膊。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为什么魔力用不出来？萧北然捂住滴血的胳膊，狠毒的眼神死死看着我。白泽通天地，知未来。你现在的身体可还是功勋的啊！萧北然发出一声悲鸣。功勋这个蠢货，他发的第一誓言就是不得残害白家子女。我说那些老匹夫为什么都躲起来？原来是这样，是这样。百位，可你还是杀不死我。我是魔主，而你那个小灵宠，唯一的神术血脉，不是已经断送在那场幻境里面了吗？我微微一笑，提着滴着血的剑的慢慢走向他。后面的厮杀声不绝于耳，我轻笑着将我手中的剑插在萧北然的胳膊上。短短几秒，那根胳膊慢慢开始溶解消散。可惜了，剑上只融合了一些神兽的血，虽然无法彻底杀死你，不过把你留下折磨几千年还是可以的。萧北然想要逃走，却被一股力量狠狠禁锢在地上。是谁？功勋拼命想要挣扎，却只能勉强扭头朝后看来人是谁。到底是谁还能在他的追杀下修炼成神兽？嫣兰一只手背在后面慢慢走上台阶，他抬眸看向了我，微微一笑。现在的他早已不是只有那一丝神兽血脉的九尾，而是已经蜕变成了真正的神兽。一把剑朝我飞来，我握住，只觉得一股暖洋洋的力量从这把剑里传出，是神力。他将自己的血肉融进了这把剑里，现在他将是彻底杀死魔头的武器。他懂我，
知道我只想亲自手刃了他。神剑强势地扎住他的心口，在功勋的哀嚎中，他的身体如黑烟般消散在地上。天谴了！此战后，天恒宗的名声算是败了。我没有离开宗门，而是留在宗门，清理魔族余孽，大战留下的残骸跟宗门示意。有些弟子不满宗门如今的名声，自请离开宗门，我都允了。那些离开的长老念着之前的情，有的回来帮忙整理宗门，有的只是隔空送来灵气法宝。经过3个月的忙碌，我拒绝了那些宗门长老让我当宗主的想法，只是提出当个名誉长老镇守宗门。离开前，不同于前些年的狼狈，我一手牵着洛洛，旁边嫣兰正试图将那把剑插入刚做得好的剑鞘中，迎着日光，在全宗门的美好祝福下，朝着我自己的未来走去。